透过一些时间来分享一下，当上帝带领我在今年的2020年6月要开始固定的做见证网络见证的时候，我有什么样子的体会，然后我的思考还有挣扎是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有什么样的目标？还有我的顾虑会有哪些？透过这样的分享呢，我想给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过的思虑去整理出来，把我自己整理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有讲到为什么开始这样子的事工。其实一开始呢是在2020年差不多3、4月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新冠疫情那时候很严重，所以我就祷告问神，我来问神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差不多1个月之后，这就是上帝我觉得给我比较清楚的带领。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做的就是固定的开始在网络上稳定的做见证。其实以前不是没有做过见证，也不是没有上传到网络，但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吧，就是把网络或是 YouTube当做一个储藏空间，网络上的，我想查找的时候很容易分类，很容易搜寻，所以是为了我自己储存网络的方便，用不着用到我自己的硬碟，是因为这样，所以当这个想法要完全的调整到不是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我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不过是我个人的网络记事簿，而是要调整到要跟大众开始沟通互动的这个平台，要去做这样一个交流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很大的挣扎的，我有挺多的纠结，因为我可能是想太多了吧，我挺害怕的。但是我觉得先去要去想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会愿意这么样做呢？如果去这样做的话，它有什么样子的动机跟使命呢？这是我要去思考的。那我第一个要问清楚自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愿意这么做？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嘛，这是我自己老板的要求，所以我做，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也考虑到这可以是出于我个人的训练，我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做言语表达、逻辑思考的表达、讯息传递的掌握，学习如何掌握时间传递精简的讯息，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跟锻炼。还有就是，这可以是另外一个突破舒适圈的挑战。对我而言，总是待在一个舒服的范围，学习成长是有限的，所以我也是蛮愿意学习、蛮愿意挑战自己的人。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就是这是的确是一个未来事工蛮符合未来事工的需要，这是正确的方向网络的确是未来后疫情时代不接触的情况下建造门徒传播福音很好的工具。那我相信呢，在小事上面，其实持续不断的把每天的小事做好，可以累积起来的力量有很大，也可以很大的。我也愿意和其他有认同、有相同意向的人持续努力，一起同行。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心态，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做给记录下来？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高有低，有低潮，会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所以要能够在有反弹力量出现的时候能够持续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但我想重点真的也不在于我能够在一个角色上位置上维持多久，而是在于我能够多顺服神。所以我就愿意在这个地方来努力来学习。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呢？因为我相信成为上帝忠实传递续行的器皿是我个人的使命。那么我相信这个是后现代的语言跟沟通形式的必要的管道，是必须的啊。年轻人现在都是影音来传递，我们必须要跟得上时代，福音的脚步，传递的方法也必须要跟得上时代。再来呢，就是我也愿意被神使用，在特定时候去接触到特定的对象，然后我也相信这是上帝训练我的一个方法跟策略。那么我相信要能够有真理根基的条件之下，兼顾有口才及鲜活的表达，其实是个挑战，也是很缺乏的，尤其在这个信仰华人的信仰圈里面。所以这个频道的主旨就是，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出于诗篇9篇1节，145篇6节，还有历代志上16章8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开始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平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我觉得这个达到的目标跟使命是什么。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